父亲会照顾爹地的。蓝忘机摸了摸蓝鱼的小脑袋，那我可以和大伯多玩一会吗？蓝鱼问。可以。蓝忘机点点头，准备去厨房吩咐做一些好消化的餐点。没想到半路竟遇到了蓝曦臣。忘机，正好你来了。蓝曦臣将手里的食盒递给蓝忘机，这是给无限的。谢谢大哥。蓝忘机打开一看，是熬的小粥配了2个小菜，是叔父吩咐的。说着，蓝曦臣便去牵蓝鱼，走吧鱼儿，大伯带你看一个好玩的。第二天，一家3口折腾到午后才准备回去。没事可以回来多住几天。蓝曦臣有些不舍，弯下腰对蓝鱼说，这里也是鱼儿的家哦。看到蓝忘机点头，蓝鱼也似懂非懂猛点头。无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蓝曦臣嘱咐道，将3人送上车才回去。走了吗？坐在屋里喝茶的蓝启仁问。蓝曦臣在对面坐下，刚走。这位英，小时候就说吃不惯我们家的饭菜，到现在也是。蓝启仁放下茶杯，无奈道，现在忘机也不回家了。Omega 的身子难免娇弱些。蓝曦臣给蓝启仁的茶杯添上水，孩子不在那2年过得辛苦，也能理解。要么再雇几个厨师。蓝启仁摸着下巴思考着，他们要是肯回来住，倒也可以。蓝曦臣笑了笑，鱼儿在家里倒也热闹了很多。是啊，现在你父母也走了，这个家也太过清静了。蓝启仁长叹了一口气。不过看到忘机一家团聚，也很欣慰了。是啊，一天不见，外婆好想鱼儿。一回家，藏色就抱着蓝鱼逗着玩，魏无羡则拉着蓝忘机去看他完成的油画。怎么样？魏无羡揭开画布，得意地展示他的新作品。以往魏无羡的作品偏抽象，大多是表达负面情绪的作品，要说正正经经画肖像，这还真是第一次。画上的蓝忘机一身军装，外形很是帅气，气质却十分俊雅，特别是那双琉璃色的眼睛，熠熠生辉，一眼望进去便再也出不来了。喜欢吧？魏无羡见蓝忘机出神地望着那幅画，伸出手在蓝忘机面前晃了晃。蓝忘机捉住那只手，连带把主人一起拉进怀里。喜欢。蓝忘机看着怀里的人，很喜欢。下次你抱着鱼儿，我再给你画。魏无羡乐呵呵地说，之前在国外完成的画作他都没有带回来，举办过画展后，不是当场就被买了，就是被画廊收藏了。不过现在有蓝忘机和蓝鱼陪着，魏无羡基本处在半隐退状态，不想也画不出之前那种画了。魏无羡拿出手机，端端正正拍了一张蓝忘机的肖像画，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。魏英，可能这几天不能回家陪你了。蓝忘机从背后圈住魏无羡的腰，把下巴搁在魏无羡的肩膀，看着在网上发自己的肖像画。温若寒死后，扫尾的工作还有很多，几大家族还有好些事务要商议和处理。蓝启仁的主要精力放在重建军校上，蓝曦臣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只好请蓝忘机一起帮忙。没事，我和鱼儿在家等你。魏无羡收起手机，侧着脑袋亲了亲蓝忘机的脸颊。魏无羡分享新画作后，粉丝都震惊了，许久没有动静的魏画家画风转变之大，连熟悉魏无羡的鉴赏家都挺意外。还有一点便是，画作上的军人面容坚毅，长相帅气，眼神却出奇的温和，与人们印象中军人的形象相差太大。于是大家纷纷留言，好奇地询问这画作的原型是谁。魏无羡也经常端详这幅肖像画，他想着或许是自己画技还行，但更多的是蓝忘机看自己的眼神就是这样，所有的温柔都给了自己。魏无羡也没掩饰，坦率承认这是自己的 alpha， 网络上尽是羡慕的声音。蓝忘机为了保证周末能回家陪魏无羡和儿子，平时几乎没怎么回家。蓝鱼便天天黏着魏无羡一起睡觉一起玩，恨不得24小时都和爹地贴在一起，连魏无羡要去画室他也要跟着。老妈，他会捣乱的。魏无羡堵在画室门口，蓝鱼的小脑袋拼命往屋子里钻。魏无羡把蓝鱼抱起来丢到藏色怀里，前脚一上楼，小孩就屁颠屁颠后脚跟上来了，像跟小尾巴一样，甩都甩不掉。老妈，你不管管。魏无羡无奈道，自己的儿子自己管。
魏无羡想了想，只好说：“鱼儿可以进去，但不可以乱碰东西。”蓝鱼乖巧点头。魏无羡坐在画架前，准备继续画蓝忘机。他想画一幅少年时期的蓝忘机，这是他回忆里最美好的存在。魏无羡一开始作画就全神贯注，早已忘了蓝鱼还在画室里。小孩静悄悄，必定在作妖。可魏无羡没有经验，他早就沉浸在与蓝忘机一起早恋的美好回忆里了。直到画室一角发出砰的一声，魏无羡才猛然回过神。鱼儿！魏无羡回过头，发现蓝鱼碰倒了一个小架子，正撅着屁股在地上捡东西。你在做什么呀？魏无羡放下画笔走了过去，把小团子抱起来，才发现这小孩在玩颜料，从头到脚没一处是干净的。不是说不要乱碰东西吗？魏无羡气不打一处来，老妈，快给鱼儿洗澡，